儿子要5块钱买辣条，被冰山老婆劈头盖脸骂不懂节约，穿越成窝囊赘婿的我当场炸了。老子前世说一不二，岂能让儿子受这气？直接掏1000块交他藏私房钱，还放话女人是纸老虎。结果下一秒，我和儿子穿着卡通拖鞋被踹出门。初冬寒风里，他问我这就是硬气，哈哈哈，笑不活了。6岁的贺小宝缠着白宁冰要5块钱买辣条，结果被他劈头盖脸训了一顿，说他不懂勤俭节约。刚穿越到这具窝囊赘婿身体里的我，看着脑子里自带的忍气吞声剧本，当场就不乐意了。老子前世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主，怎么能让儿子跟着受着憋屈气？我大步上前把小宝拽到身后，拍着他的小肩膀，语重心长：儿子，记住了，做男人就得硬气，膝盖一软，往后老婆就得骑你脖子上作威作福。小宝眨巴着大眼睛似懂非懂，那爸，我咋才算硬气啊？我从钱包里抽出1000块塞给他，压低声音，先从藏私房钱练起，这叫战略储备金，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白宁冰的脸瞬间黑如锅底，咬牙切齿地瞪着我。贺强，你就这么教儿子的？我转头冲小宝挤了挤眼，故意放大声音：别怕他，女人就是纸老虎，现在不反抗，以后就跟你爹我似的。哎呦喂，下手轻点。10分钟后，我和小宝穿着同款卡通拖鞋，孤零零站在别墅大门口。初冬的寒风刮得人骨头疼，小宝吸溜着鼻涕，小手紧紧攥着那张皱巴巴的1000块，一脸困惑。老爸，这就是你说的硬气？我理了理被扯乱的头发，掏出烟点燃，故作深沉，这叫战略性撤退。走，爹带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江湖险恶。白宁冰8成以为我撑不过10分钟就得哭着回去抱他大腿，毕竟以前那个贺强被罚站5分钟就眼泪汪汪的求饶了，可他这次算错了。我看着身边矮我一大截穿着同款拖鞋的小宝，心里偷乐，赘婿的快乐哪是他这种冰山女总才能想象到的。爸，我们去哪啊？小宝仰着小脸，眼里满是迷茫。我吐出一个烟圈，姿态潇洒，天大地大，何处不能为家？他撇了撇嘴，说人话还没想好。我掐灭烟，大手一挥，跟着你爹混，保准有肉吃。话音刚落，小宝突然想起什么，在兜里翻来翻去，小脸瞬间垮了下来。爸，我的1000块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忘了被踹出门前白宁冰那冰凉的手从儿子兜里把钱抽走的画面了。他当时还说这笔钱我替你们保管，免得你们饿死街头丢我的人。我面不改色地揉了揉小宝的脑袋，钱财乃身外之物，男子汉大丈夫，气节最重要。小宝吸了吸鼻子，小声嘀咕：我看你就是装腔作势遭雷劈，现在连累我跟着喝西北风。这小子人小鬼大，懂得还真不少。我俩穿着单薄的居家服和拖鞋，在冷风里缩着脖子，活像2只可怜的鹌鹑。路过一个烧烤摊，自然混着烤肉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我和小宝的肚子同时咕咕叫了起来。小宝咽了咽口水，眼睛直勾勾盯着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羊肉串，拉了拉我的衣角：爸，看我的。说完，他迈着小短腿跑到摊主面前，挤出一个又萌又可怜的表情：叔叔，我和爸爸走散了，又冷又饿，能给我一串肉吃吗？我爸爸等下会拿钱来谢你。摊主是个满脸横肉的大汉，眼皮都没抬。去，小骗子，这套我见多了，没钱别挡着我做生意。小宝的萌宝记当场破产，灰溜溜跑回来，眼圈都红了。我蹲下来帮他擦了擦快掉下来的鼻涕。儿子，卖萌是最低级的手段，那咋办？我饿。看着，老爸教你碰瓷的最高境界。我拉着他走进旁边的公园，长椅上坐着个穿着清凉、妆容精致的美女，正对着手机支架又唱又跳。家人们，谢谢榜一大哥的火箭，给你们表演一个比心，是个人气不低的网红。我眼睛一亮，机会来了。我推了推小宝，去抱住他大腿喊妈。小宝小脸瞬间煞白，震惊地看着我：爸，你节操呢？我一脸严肃：节操能当饭吃吗？今晚的饭票全看你的了。小宝犹豫了3秒，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一咬牙一闭眼，跟个小炮弹似的冲了出去。妈，我可算找到你了，我好想你啊！他死死抱住美女的大腿，哭得撕心裂肺。美女的歌声戛然而止，直播间弹幕瞬间炸了，周围散步的大爷大妈也围了过来，指指点点。美女彻底懵了，低头看着腿上多出来的儿子，满脸问号。就在他准备叫保安的时候，我迈着沉痛的步伐缓缓走了过去，眼神哀伤，语气沉痛：小雅，我知道你恨我，但你不能不要儿子，孩子是无辜的。这美女网红叫甜甜，此刻她的表情比调色盘还精彩。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疯了，我靠，年度大戏，网红抛夫弃子被当场抓包，这男的好帅啊！就算是渣男，这颜值我也原谅了。这小孩是戏精吧？哭的也太逼真了。甜甜脑子转得飞快，看着飞速上涨的直播间人数，瞬间反应过来，顺着我的话演了下去，对着镜头挤出2滴眼泪。你别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我一把拉过小宝，指着他脸上的泪痕，其实是鼻涕，大声说：你看，儿子都想你享受了，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小宝立刻接戏，哭得更大声：妈妈，你别不要我以后再也不尿床了。我差点没忍住一脚把他踹飞，这臭小子瞎加什么戏？甜甜被他逗得差点破功，强忍着笑意。见直播间人气冲破100万，礼物刷得飞起，赶紧对着镜头说：家人们，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我先下播处理一下家事，关掉直播。他长舒一口气，捏了捏小宝的脸蛋：小鬼，你演技可以啊，奥斯卡欠你一个小金人。然后他看向我，眼神里满是探究：说吧，你们到底想干嘛？我清了清嗓子，恢复了乐子人的本色：美女，实不相瞒，我们就是饿了，想蹭顿饭。甜甜哭笑不得，就为了蹭顿饭搞这么大阵仗，主要是这小子想看美女。我指了指小宝，小宝挺起小胸膛：爸爸说了，看美女有益于身心健康。甜甜被我俩这活宝逗得乐不可支，当即决定请我们吃大餐。饭店里，小宝化悲愤为食欲，
一个人干掉了一整只烧鸡。我一边喝酒一边跟甜甜吹牛，其实我在家地位可高了，我老婆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一，她不敢说二。小宝啃着鸡腿，含糊不清的拆台，姐姐别信，我爸在家跪榴莲都得挑软的。甜甜笑得花枝乱颤，而几十公里外的别墅里，白宁冰正黑着脸看着手机，她闺蜜沈薇发来一个链接，还附了句话：快看，你老公儿子上热门了。点开链接，正是我那段直播录屏。她看着我深情控诉的脸，又听到小宝那句妈妈你别不要我，血压瞬间飙升。视频最后是我对着甜甜吹牛的片段，我家那个母老虎，也就是我让着她，不然早休了。咔嚓一声，白宁冰捏碎了手里的高脚杯，玻璃碴扎进手心，她却毫无知觉。沈薇的电话打了过来，宁冰你别生气，贺强就是嘴上花花，他死定了。白宁冰挂断电话，眼里燃着两簇火，而饭桌上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正喝得上头，给小宝传授泡妞秘籍。儿子追女孩子的核心就两条，第一不要脸，第二坚持不要脸。小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指着甜甜问：爸，这个姐姐我能追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太上皇，这是我给白宁冰的备注。完犊子，东窗事发了。小宝看到来电显示，吓得手里的鸡腿都掉了。爸，是太上皇，接不接？他小脸上写满恐惧，仿佛电话那头是洪水猛兽。我深吸一口气，故作镇定地对甜甜笑了笑。家事，为了面子，也为了在儿子面前维持最后的硬气，我按下了免提键。电话一接通，白宁冰那冰冷的能调出冰碴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贺强，仅仅2个字，就让周围的空气都降了好几度。立刻，马上滚回来！命令的口吻不容置疑。我要是现在怂了，刚才吹的牛就全成了笑话。我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硬气语调回答：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正在通过劳动支付，暂时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稍后再拨。说完，不等他反应，我啪的挂断电话，直接关机，动作一气呵成，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甜甜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勇士。小宝愣了半晌，对我竖起大拇指：爸，你是我的神。随即他又垮下小脸：但我们今晚睡哪儿？甜甜反应过来，笑着提议：要不去我工作室暂住一晚，我那有空房间，你俩这组合，一个帅爹一个萌娃，签约做主播肯定火。我摇了摇头，签约就算了，我可以技术入股。什么技术？我负责提供段子和剧本，你负责运营，利润5-5分。我可不想被合同绑死，当个自由的乐子人才舒坦。甜甜想了想，竟然同意了，但住他那我还是拒绝了。一个大男人带着儿子住单身女人家，传出去不好听，这是我最后的底线。当晚，我带着小宝在网吧开了个包间，这是我穿越过来后第一次感受到属于单身汉的快乐。我教小宝打游戏，从入门到用嘴炮喷的对面挂机。儿子，记住，操作可以输，气势不能输，打字要快，用词要狠。小宝悟性极高，青出于蓝。半小时后，我们这边的上单队友被他喷的直接退出了游戏。废物，我奶奶用脚玩都比你强。我看着他义愤填膺的小脸，深感欣慰，这小子有我当年的风范。而那栋空旷的别墅里，白宁冰独坐在沙发上，墙上的时钟指向11点。往常这个时候，原主早就嬉皮笑脸的端着洗脚水过来了，一边捏脚一边讲些不着调的笑话。今天屋子里静得可怕，他第一次觉得这栋房子大得过分，冷得刺骨，不习惯。这种感觉让他烦躁不已。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保镖队长雷刚的电话，去查一下贺强的位置，把他给我抓回来。活的。网吧里烟雾缭绕，键盘声噼里啪啦，我和小宝正沉浸在峡谷对喷的快乐中，丝毫没察觉危险正在靠近。几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的壮汉突然出现在包间门口，为首的正是白宁冰的亲信雷刚。贺先生，夫人请您和少爷回家。雷刚语气客气，但表情严肃，我头都没抬，眼睛还盯着屏幕。等会儿这波关键团战打完，输了算你的。雷刚嘴角抽了抽，显然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他给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那2人就想上来动手，还没靠近，小宝突然从椅子上跳下来，扯着嗓子嚎：救命啊，非礼啊，黑社会欺负小孩了。这一嗓子瞬间吸引了整个网吧的注意力，几十个通宵的红眼键盘侠围了过来，把雷刚几人团团围住。干嘛呢？欺负人欺负到网吧来了，看着人高马大的对小孩动手，要不要脸？报警，必须报警！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雷刚他们空有一身力气，却被一群网瘾少年对得哑口无言。我趁机站起来，拍了拍雷刚的肩膀：兄弟，别冲动，在白家当保镖，1个月多少钱？风里来雨里去的，没前途。你看看我，出来单干1晚上就收入不菲，跟着我干，带你发财。雷刚愣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动摇。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插了进来：哟，这不是贺家的赘婿吗？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方了？被赶出来了。我回头一看，是周俊，白宁冰的头号舔狗，一个总想证明我是垃圾的富二代。他今天居然会在这儿，真是晦气。周俊走到我面前，从钱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钞票，扔在地上。贺强，不是饿了吗？叫我一声爷爷，这些钱就都是你的。赤裸裸的羞辱。网吧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扑通一声，小宝动作麻利的跪在地上，对着周俊一顿猛磕头：爷爷爷爷爷爷！我叫了3声了，可以给钱了吗？他声音洪亮，动作标准，眼神里满是对金钱的渴望。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镇住了。
周俊的脸从得意洋洋瞬间变得铁青，他本想羞辱我，结果被我儿子整不会了。我捂住了脸，感觉这辈子的脸都在今晚丢尽了。可这招我真没教过，纯属天赋异禀。周俊骑虎难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咬着牙让跟班把钱捡起来，塞给小宝。小宝拿到钱，小手点得飞快，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一把将钱夺过来，儿子干得漂亮，记住，这叫尊老爱幼，对老人家要尊重。周俊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克强你个废物，就知道让你儿子出来丢人。他挥起拳头就要打过来，结果被雷刚拦住了。周公子欺负小孩子太丢人了。雷刚冷冷地看着周俊，眼神里满是鄙夷。周俊彻底懵了，白宁斌的保镖居然帮着我。趁着混乱，我带着小宝离开了网吧，用周俊孝敬的钱，在市中心最好的酒店开了间豪华套房。洗完澡，换上松软的浴袍，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小宝在大床上滚来滚去，怀里抱着那沓钱，笑得像个小财迷。爸，我们发财了，这只是开始。我点燃一支烟，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在脑中成型。我拿出手机，登录甜甜给我的直播账号，把标题改成豪门赘婿生存实录，如何让冰山老婆跪下唱征服。然后我把小宝拽过来，将镜头对准我们父子俩。家人们，昨天说我吹牛的都看好了，今天我就现场教学。直播一开，甜甜那边立刻发动流量攻势，人气瞬间涌入，前排吃瓜。主播今天又要做什么妖？这标题不怕被老婆打死吗？勇士啊！主播666，坐等总裁夫人降临。我清了清嗓子，开始瞎编，想拿捏一个女人，核心就2个字：无视。她越生气，你越要淡定。就比如昨天，她让我滚，我就滚了。现在她肯定急疯了，满世界找我。小宝在一旁抱着钱当捧哏，一边数钱一边补充：对我爸说1，我妈不敢说2，直接动手打。哈哈哈，这儿子是亲生的吗？专业拆台100年，我怎么感觉主播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就在直播间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叮咚一声门铃响了，我以为是客房送餐，他拉着拖鞋就去开门。您的至尊烧鹅，话卡在了喉咙里。门口站着的不是服务员，而是白宁斌，他穿着黑色风衣，长发微湿，脸上不带一丝表情，周身散发着能冻僵人的寒气，身后还跟着一脸幸灾乐祸的周俊。完了，这下真玩脱了。直播间的镜头正不偏不倚的对着门口，下一秒弹幕彻底引爆，我靠，是总裁本人，这也太美了吧！主播牛啊！说曹操，曹操到，这气场，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杀气。主播威，我大脑宕机了1秒，但强大的求生欲让我瞬间反应过来，我猛地转身，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家人们看见没有？这是我请来的特邀嘉宾，专门配合我演出的，也是给我刷了最多礼物的榜1大姐，大家掌声欢迎。我指了指白宁斌，白宁斌冷笑一声，一步步走进房间。克强，你真是长本事了。声音不大，压迫感却十足，我腿肚子都在打颤，但这时候绝对不能怂。我疯狂给小宝使眼色，小宝心领神会，扔掉手里的钱，饿虎扑食般抱住白宁斌的大腿。妈，你可算来了，爸爸说你要是再不来接我们，他就去给隔壁王阿姨家的富婆刷马桶。白宁斌准备发飙的气场瞬间被这句话干懵了，我立刻抓住机会冲上去，从背后抱住他，对着镜头喊：老婆，给外人留点面子，回家我跪主板还不行吗？说着我手上不老实，趁机把他往墙上一推，做出壁咚的姿势，当然是借位，纯粹为了直播效果。直播间彻底疯了，尖叫声弹幕刷满屏幕啊！壁咚了，土狗爱看，总裁脸红了，我看到了，他脸红了。白宁斌确实脸红了，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羞的。他长这么大，从没跟男人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尤其还是在几十万人围观下。周俊在旁边看傻了，想上来插嘴，被小宝一脚狠狠踩在新皮鞋上。叔叔，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周俊疼得龇牙咧嘴，却发作不得。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靓的仔。直播在一片混乱中被我强行关掉。酒店房间里，气氛降到冰点。白宁斌挣脱我的壁咚，恢复了女总裁的姿态，眼神冷得能杀人。克强，跟我回家。然后呢？3堂会审，还是直接上家法？我靠在墙上，懒洋洋地问：你还有脸说？白宁斌气得胸口起伏，但终究不及着周俊和小宝，没当场发作。回到熟悉的别墅，空气安静的可怕。周俊像个跟屁虫一样跟了过来，美其名曰关心宁斌。白宁斌坐在沙发主位，我和小宝像2个犯人一样站在他面前。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啪地摔在茶几上，离婚协议书。他冰冷地看着我，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敢像今天这样胡闹，就立刻签字，滚出白家。这是他的杀手锏。以前的贺强一听到离婚2个字就腿软，周俊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我被扫地出门的惨状。我走上前，拿起离婚协议，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白宁斌以为我会痛哭流涕求饶，周俊以为我会失魂落魄跪下，结果我看都没看内容，直接凑到嘴边，擦了擦刚才吃宵夜残留的油渍，然后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老婆，纸太硬了，下次记得换柔软点的牌子。全场寂静，白宁斌的表情从冰冷到错愕，再到难以置信。周俊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小宝见状，立刻跑过来补刀。妈，我觉得离了好，离了婚，爸爸就能带我去找那个叫甜甜的姐姐了，她还会给我买好大的烧鸡。白宁斌气得眼前发黑，扶住了额头。你们，我突然收起嬉皮笑脸，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
严肃，直视着他的眼睛。白宁冰，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是吃软饭的窝囊废，但我现在告诉你，以前的贺强已经死了，站在你面前的是钮祜禄。贺强这句中二又羞耻的台词是我临时想到的，效果却出奇的好。白宁冰被我突如其来的转变整不会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趁热打铁，提出要求，从今天起我们分房睡，还有我要求拥有小宝的独立育儿权，你的精英教育不适合我儿子。白宁冰下意识想拒绝，但看着我陌生又坚定的脸，鬼使神差的沉默了。这个男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变得这么难搞，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迷人？他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分房睡的第一天，白宁冰失眠了，隔壁房间隐约传来我和小宝打游戏的欢呼和争吵声，他烦躁地翻了个身，脑子里乱成一锅粥。第二天他下班回家，刚推开门就被一股浓烈的油烟味呛得连连咳嗽。客厅里哪里还有平时的一尘不染，正中央搭着一顶小帐篷，帐篷前摆着烧烤架，我和小宝坐在小马扎上，煞有介事地烤着羊肉串，旁边还放着几罐啤酒。贺强，你在干什么？满屋子都是油烟。白宁冰的怒火噌的一下上来，血压又开始报警。我抬起头，看到他喷火的脸，淡定地拿起一串刚烤好的肉串递过去。老婆回来了，尝尝我秘制的配方，加了双倍孜然。白宁冰本想发火，把我们连人带烤架扔出去，可那肉串外焦里嫩，香味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他不争气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小宝耳朵尖听见了，举着烤鸡翅眨巴着大眼睛，妈，吃吧，吃了就是我们的共饭了，这样你就不好意思骂我们了。这歪理邪说竟然让白宁冰无法反驳，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过肉串，有些不自在的坐在小马扎上。这是他第一次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和我们父子俩待在一起，刚咬一口，外酥里嫩，肉汁在嘴里爆开，味道出奇的好，他忍不住又咬了一口。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又是周俊，他提着名贵礼品上门，想接近白宁冰，可看到客厅里家庭露营的奇葩景象时，整个人都石化了，尤其是看到高高在上的冰山女神居然穿着高定套装坐在小马扎上撸串，他的世界观崩塌了。我看到周俊玩心又起，拿起一串烤蘑菇递到白宁冰嘴边，老婆张嘴啊！白宁冰本能想躲，但看到周俊极度扭曲的脸，突然改了主意，微微低下头，张开嘴吃下了蘑菇。周俊感觉心被狠狠扎了一刀。小宝指着周俊，一脸天真的问，妈，这个叔叔为什么老来我们家啊？他长得这么丑，是不是也想吃软饭？噗！周俊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再也待不下去，捂着胸口落荒而逃。他走后，白宁冰看着我，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一笑，仿佛冰山融化，春暖花开。我看着他嘴角罕见的笑意，竟然有些看呆了。白宁冰也愣住了，脸颊微红，不自然的别过了头。客厅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自从我掌握了育儿权，小宝的画风彻底跑偏了。这天，我正在家研究直播段子，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语气格外严肃：“是贺小宝的家长吗？请您和孩子妈妈立刻来学校一趟。你儿子在学校搞传销。”传销？我挂了电话还有点懵，这小子业务范围都拓展到幼儿园了。我把事情跟白宁冰一说，他刚缓和没2天的脸瞬间又黑了。我俩赶到幼儿园办公室，里面已经站了几个家长，正对着老师告状。老师看到我们，脸色更难看了。贺先生，白总，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好儿子干的好事。老师指着桌子上的赃物，几张我的打印签名照，几张小宝偷拍的白宁冰生活照，还有一把糖果和皱巴巴的零钱。原来小宝把我在家吹的牛学了去，在幼儿园宣扬他爸是网红巨星，他妈是霸道总裁，还售卖我们的周边产品。我的签名照5毛钱一张没人买，白宁冰的私房美照1块钱一张，被小男生们疯抢。他还运用我教的不要脸战术，收了一帮小弟跑腿，哄得好几个小女孩天天给他带零食。一个小胖孩的妈妈指着我鼻子骂，就是你，天天在家不务正业，教坏孩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家长我认得，是周俊的远房亲戚，平时就喜欢仗势欺人。白宁冰脸上挂不住，尴尬的想找地缝钻进去，狠狠瞪了我一眼，那意思是看你干的好事。我却一点不慌，走到桌子前拿起零钱数了数，看向小宝，一脸严肃的问，总共赚了多少？小宝挺起胸膛，自豪的回答，23块5。我欣慰地点点头，不错，有商业头脑，不愧是我儿子。然后我转向胖家长，笑眯眯地说，这位大婶，我儿子凭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商业头脑赚钱，光明正大，不像某些人一把年纪了还靠着亲戚关系作威作福。你儿子没人喜欢，是他自己没本事，你在这嫉妒什么？你胖家长被我对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其他想起哄的家长也闭上了嘴。我继续输出，小孩子之间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他能凭本事让别人心甘情愿掏钱，那是他的能力。你们作为家长，不教育自己孩子提高竞争力，反而跑来指责一个6岁小孩，不觉得可笑吗？一番逻辑闭环的歪理，把在场所有人都说愣了。白宁冰站在我身后，看着我舌战群儒，把那几个势利眼家长对得哑口无言的样子。他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挡在他身前的背影好像还挺帅的。幼儿园的风波最终以我请全班小朋友吃麦当劳赔偿精神损失费告终。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小宝在幼儿园孩子王的地位彻底坐稳了。我和白宁冰的关系也因为这次一致对外缓和了不少。但好景不长，新的危机来了。甜甜带着团队拿着详细的合作方案找上门，想以我们父子俩为核心打造亲子搞笑 IP， 还开出了诱人的价格。我看着合同有些心动。甜甜为了表示诚意，亲自给我和小宝示警，教我们摆上镜姿势。她挽着我的手臂，姿态亲密。小宝在一旁拿着反光板，有模有样的喊，对对对，爸爸靠近一点，和新妈妈再靠近一点。这臭小子为了甜甜许诺的乐高玩具，连妈都乱叫了。就在这时，玄关处传来高跟鞋踩地板的清脆声响。白宁冰下班回来了，他站在客厅入口，
看着我们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尤其是看到甜甜挽着我手臂的亲密动作，可听到小宝那声新妈妈，一股极度的怒火在他心中轰然引爆。客厅温度骤降10度，甜甜感觉到气氛不对，讪讪的松开了手，我心里暗道不妙。白宁冰一步步走过来，气场全开，像巡视领地的女王，先冷冷瞥了眼甜甜，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克强，解释一下。我摊了摊手，一脸无辜。工作需要，赚钱养家。白宁冰的怒火值瞬间飙满，我养不起你吗？我笑了，笑得有点痞气。软饭硬吃也得有硬的资本，总不能真当个废物，全靠老婆养吧。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白宁冰，他什么都没说，直接上前拽住我的手腕，把我往楼上卧室拖。力气大的惊人，甜甜和团队都看傻了。小宝机灵的拿出手机，对着我们的背影偷偷录像，准备发到只有他和沈巍阿姨的家庭相亲相爱群里。被拖进卧室，砰的一声门被反锁，我被他狠狠推在墙上，然后他反客为主，用我之前对他做过的姿势将我壁咚在墙角。他凑得很近，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脸上，带着危险的香气。克强，我警告你，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咬牙切齿的意味，以后你只准吃我白宁冰这一碗饭，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一口都不准碰。我看着他近在咫尺，因愤怒而格外生动的脸，心没由来地漏跳了一拍。这女人吃起醋来还挺带劲。周俊在家庭相亲相爱群里看到小宝发的视频后，心态彻底崩了。视频里白宁冰霸气壁咚我，宣示主权的模样，像一把刀反复切割着他的舔狗之心。他想不通，自己要钱有钱，相貌也不差，为什么就是比不过我这个废物？极度使人面目全非，也让人失去理智。周俊花钱雇了2个不太聪明的笨贼，要绑架我和小宝。这天，我带着小宝买他最爱的烤冷面，一辆破旧面包车突然停在身边，车门拉开，2个戴口罩的男人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拽了上去。一切发生的太快，小宝手里的烤冷面都飞了啊！我的烤冷面！他心疼的大叫。车里一个绑匪拿着刀凶神恶煞的比划，都给我老实点，不然捅了你们！我异常冷静，小宝也没哭闹，只是皱着小鼻子嫌弃地说：“叔叔，你们这车里空调不太制冷啊，差评。”另一个开车的绑匪回头骂：“废什么话，再吵把你嘴堵上！”我叹了口气，兄弟，绑架也是技术活，你们这路线规划的不对，前面路口右转有摄像头，左转那个点经常有交警查酒驾，听我的，掉头走小路才安全。2个绑匪面面相觑，居然真被我唬住了，跟着我的指挥在城里绕圈。最后车子停在废弃仓库，我们被推下车，绑匪拿出绳子准备捆绑，我主动伸出手，别绑太紧，影响血液循环。等下赎金来了，我手麻了数不了钱，绑匪彻底无语了，大概从没见过这么配合的人质。等了半天，周俊的勒索电话还没来，仓库里又闷又无聊，我提议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斗地主吧。2个绑匪眼睛一亮，欣然同意。于是绑架现场画风突变，我和小宝一队，2个绑匪一队，用粉笔在地上画桌子，开始激烈的牌局。与此同时，白宁冰接到了周俊用变声器打来的勒索电话：“你老公儿子在我手上，准备1000万，不准报警，不然收尸。”白宁冰瞬间急疯了，一边让财务准备现金，一边让雷刚带着保镖通过手机定位火速赶过来，甚至没忍住报了警。当白宁冰带着警察和保镖踹开仓库大门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仓库中央，我和小宝兴奋地大喊：“飞机，春天，哈哈哈，给钱给钱！”2个绑匪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脸上贴满白条，正从口袋里掏钱。我们面前已经赢了一小堆现金。绑匪看到警察，如释重负地伸出双手：“警察同志，快把我抓走吧，我再也不绑架了。这对父子太能忽悠了，我今天刚发的工资，连我妈给的压岁钱都输光了。”周俊作为幕后主使，很快被这2个猪队友供了出来，当场被警察带走。危机解除，白宁冰冲过来，一把抱住我和小宝，身体微微颤抖，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我拍了拍他的背，轻声安慰：“哭啥？别怕，咱赢钱了。”绑架事件后，白宁冰对我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我和小宝对他有多重要，他决定洗手做羹汤，亲自下厨做爱心晚餐，补偿我们受到的惊吓。结果变成了一场灾难。当他端着一盘黑乎乎、看不出原材料的可乐鸡翅和一锅散发着诡异气味的罗宋汤上桌时，我和小宝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视死如归。老婆，这是新菜系碳烤风。我艰难地开口，小宝捏着鼻子：“妈，你的爱太沉重了，我可能咽不下去。”白宁冰本满心期待，被我们一说，脸上的温柔瞬间挂不住，恼羞成怒：“不许说，都给我吃完！”他又要发飙。我叹了口气，站起身，在他错愕的目光中把他横抱起来。他惊呼一声，下意识搂住我的脖子。我把他放在沙发上，卷起袖子：“老婆大人，你负责貌美如花就行，厨房这种油烟重地交给我来，我还想多活2年，多看看你。”这突如其来的情话让白宁冰的脸疼得红了。小宝拍手叫好：“爸爸威武！”然后他看着我，一脸期待：“那我呢？我负责什么？”我瞥了他一眼：“你负责自己带自己，别添乱就行。”小宝说道。我果然是充话费送的。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相处模式彻底改变了。白宁冰在外面当冰山女总裁赚钱养家，回家后偶尔傲娇，被我投喂。我负责研究菜谱、直播搞事，时不时逗弄他。小宝则负责吐槽，当电灯泡。我俩腻歪时自觉回房打游戏，家里每天鸡飞狗跳，却充满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欢声笑语。白宁冰开始习惯回家闻到饭菜香，习惯在我讲笑话时放下总裁架子，靠在我怀里笑得前仰后合。他发现这样的生活比以前一板一眼、冷冰冰的日子幸福多了。一天晚上，他靠在我怀里看电视，突然问：“克强，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的？”我想了想，笑着回答：“大概是从我决定不想再看你一个人那么累，想为你分担一点的时候吧。”我撒了个谎，但看着他眼里闪烁的感动光芒，觉得这个谎言很值。
值得。我的直播事业因为那场离奇的绑架案达到顶峰，全网都知道有个叫贺强的男人带着6岁儿子拿捏冰山女总裁，还能把绑匪忽悠瘸了斗地主。直播账号粉丝一夜突破1000万，我和甜甜的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为了庆祝，我包下整个空中餐厅，举办粉丝1000万庆功宴，全程直播。宴会上，我穿着帅气西装，小宝也穿了小礼服，像个小大人一样跟着我接受祝贺。就在直播气氛最热烈的时候，餐厅大门被推开，白宁冰穿着耀眼的红色晚礼服，踩着高跟鞋，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步步向我走来。她今晚美得不可方物，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瞬间吸引全场目光。直播间弹幕疯了啊！总裁夫人来了，正宫驾到，这气场，今晚的女王非她莫属。完了完了，我刚站的 CP 要倒戈了。白宁冰走到我面前，在全网几百万观众的注视下，做了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她伸出手勾住我的领带，微微踮起脚尖，吻上了我的嘴唇。闪光灯瞬间亮成一片，弹幕彻底瘫痪。一吻结束，她拿着话筒，对着镜头，也对着所有人，坚定地宣布：这个男人是我的。一句话斩断了所有女粉丝的幻想。弹幕哀嚎遍野，失恋了，刚粉上的老公被抢了，夺夫之仇不共戴天。开玩笑的，祝百年好合。庆功宴结束后回到家，夜深人静，我确认白宁冰睡熟了，又开始传统异能藏私房钱。我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掀开地毯，撬开活动地板，正准备把今天偷偷留下的小金库放进去，身后传来悠悠的声音：爸，我也要藏一点。小宝不知什么时候爬了过来，手里捏着几张白天从我钱包里偷拿的钞票。我俩正准备交接赃款，啪嗒一声，卧室大灯突然亮了，我俩僵硬的回头，白宁冰靠在门口，穿着丝绸睡衣，抱着手臂，笑意盈盈的看着我们。藏了多少了？够不够下个月给我买限量款包包的？他的声音很温柔。我和小宝对视一眼，瞬间达成默契，立刻站起来，满脸堆笑的异口同声：老婆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惊喜。白宁冰笑得更开心了，朝我们张开双臂：是吗？那还不快把惊喜拿过来给我看看。月光下，我们一家3口笑着闹作一团。或许这就是男人最简单也最真实的快乐吧。全文完。